方老太太，告辞。季先生，请。你不送送我吗？快，戒备！保住督军！夫人，快走！快上车！护送老夫人回府，关闭大门。是，掩护。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走！腿儿小心！二爷，你受伤了？我没事。二爷，走，去边缘。是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刘副官，快去打盆热水。好。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别看，会吓到你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什么没有见过，人我都杀过。你快点告诉我怎么做，我来救你。是先洗伤口还是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想杀我？你要死也不能这样死，你要死在我手上。快点告诉我怎么做。方天一，方天一，你醒醒！你要告诉我该怎么做呀！方天一，方天一，你醒醒！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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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成，去看看陈医生来了没？好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。陈医生，他还好吗？之前我就告诉过他，可千万别再触碰到伤口，那个位置靠近心口。可他，血是已经止住了，我也给他打了针，现在只能看情况了。若是夜里发烧，就给他吃几片消炎药。嗯。要是明天还是不见好转，就得送医院了。好，有劳陈医生了。我让人去给你收拾房间。不用了，今夜我守着他。你用不着虚情假意，你不会趁机杀了他吧？你若是不放心，陪我一起守着。发烧了，我去给你拿药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走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。
二爷，没事，先出去。是。好在烧退了。我去给你拿药。陈医生说，只要你醒了，就给你趁热喝下去。我不喝。这样，你把药喝了，我就给你一个奖励，如何？二爷这样一个大男人，该不会不如一个3岁小孩吧？这是什么呀？连这都不知道。烟字梅子，我一早让阿成开车去买的。小时候每回我喝完药，我娘都会给我一颗。怎么样？不哭了吧？这么久了，你终于做到了一个贴身丫鬟的本分了。二爷既然已经醒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我的奖励呢？没死不就是奖励吗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岂是一颗梅子就能打发的呀？一码归一码，你的确是救了我，但我同你的账也还没算清。你还是觉得我杀了你全家是吗？我亲眼所见。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？那你就告诉我实情。其实，你是担心我的，对吗？昨天晚上你的着急，不会是假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刘副官跟我说，每年老爷忌日你都会来这儿。我爹虽然严厉，但对我一直很好。他从小就教导我读书，教我枪法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早。老爷是怎么？他被别人掐死在自家别院的书房里，警察署调查了很久也毫无头绪。这些年来，我也一直在找凶手，希望替我爹报仇。我也常常梦见我爹惨死的样子，却不知道到底是谁和我们董家有这样的深仇大恨，要我们董家灭门。
听瑶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相信我？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信你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有太多疑惑了。二爷，如果你要我信你的话，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相？此刻，我还不能告诉你。等时机成熟，你自然会知道答案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自己去找了。听瑶，若你有一点在意我的话，我希望你替我保护好自己。在我给你答案之前，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做。你不回答我，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我想找你借陈医生一用。因为董燕儿，是。陈医生是外科大夫，救不了董燕儿的病。那别的医生呢？陈医生在那么大的医院里工作，有没有别的医生可以？陈医生还留过洋，是不是也认识很多的洋人啊？他当初那样害你，他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取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呀？她毕竟是我的妹妹。你忘了我跟你说的吗？对待自己的仇人，不要心软。可她不是我的仇人，她是我的亲人。我小的时候很孤独，她是唯一一个陪着我的人。二爷到底愿不愿意帮我？我要是帮你，你怎么报答我呀？二爷就不能助人为乐吗？怎么事事都要报答？我这人可不喜欢吃亏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下。二爷堂堂一个军人，怎么回回都用一样的招数？我要是有别的招数，你早就跑不了了。二爷若是答应帮我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。我会打电话给陈医生的。多谢二爷。听瑶，如果有一天我和宇泽兵戎相向，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？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至少，你没有肯定的告诉我，你会选他。陈妈，董小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二爷最喜欢心仪，现在是心仪开的最好的时候。我替他摘一些，做了香袋放在屋子里，到时候满屋子都是心仪的香气。我也喜欢心仪，不如我帮你一起吧。好啊。二爷自小就喜欢心仪，一到这个时节就缠着我给他做心仪的香袋。后来他索性自己在这里种了一棵心仪，说这样心仪花开的时候，他日日都能看见。一晃眼，这棵树也种了15年了。这么久了吗？是啊，那个时候府里谁要是说见不着少爷了，来这儿找准能找到。
少爷也喜欢心怡。瞧我说差了，我说的少爷就是二爷。那个时候老爷还在，二爷还是少爷，少爷还是小少爷呢。二爷还是少爷？是啊，老爷是大前年才走的，老爷走了以后，二爷才成为府里主事的。所以当年的方家少爷是如今的二爷？可不是嘛！要说这二爷呀，那可真是年少有为。哎，董小姐，方家少爷，是方家少爷，是方家少爷啊！董小姐，你这急匆匆的干嘛去啊？追魂呐？刘副官，你帮我带句话给二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娘给我的护身符，装了幸运花，它一直都是香的，送给你。董小姐，这有您的一封信。他就说了这个。是啊，没头没脑的，说让你今夜去赴什么15年前之约，他这又是唱哪出啊？二爷，还是别去了。没事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吧。6月初7晚戌时进入董府，除董家大小姐外一并铲除，不留活口，以绝后患。不得泄露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方天这鸽子血纹身才是我的印章，只有在我激动时才会显现。怎么，你都想起来了？是啊，我都想起来了。或许我是不是应该忘记？怎么了？你找我来，不是因为15年前的约定吗？所以你一直都记得15年前的约定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全家？你自己好好看清楚。这是你写给荣城军阀的信件，上面详细描述了你让董家灭门的计划。我跟了你这么久，你的字我一清二楚，还有这个印章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
你一直都在欺骗我。你说过，你会一直相信我的。就因为一封莫名其妙出现的信件，就要把你之前对我的信任全部推翻，是吗？对你的信任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你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利用你。我接近你，照顾你，替你疗伤，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亲手杀了你。你教我对待自己的仇人不可以心软。我现在再说一遍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，你是否相信我？既然如此，那你现在就可以选择把我杀了。这下就满意了吗？对待自己的仇人，不要心软。二爷，二爷，你不要死！二爷，这不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二爷，二爷，弃开！二爷，董天瑶，我杀了你！放他走！都这样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你个贱人！二爷怎么对你的？你没有感觉吗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董天瑶，我不要说了，哎呀，不说了，走，送你回去。走吧，后悔的。走。这才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你身边危机四伏，你必须随身带着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。这不是你一直想看到的吗？请替我告知方府上下，从今日起，他就是我的人，除了我，谁也不允许动他。
这件事不管是不是穆提做的，今天我必须把他带走，谁也阻止不了。是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天瑶，你怎么了？老夫人早。天意呢？又不起来吃饭了？我这就让人去问问。老夫人，二爷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，他因为战事需要闭关，这段时间都不会出房间了。他每天的饭菜我都会给他送过去，他的房间也不用派人去打扫，我会处理好。他素来闭关都去别院，这回不走了？他有事情要在这里处理。知道了。还有，二爷让我转告您，他下个月会与季家大小姐完婚，请您放心。天意，当真这么说？是，他已经决定好了。好，好，你让他好好闭关，婚礼的事儿他不用操心，我会给他操办的。好。燕儿，明明我一直都想杀了他，现在也终于报了仇。可是当那把刀真的刺进他的身体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好像被刀戳了一样。燕儿，怎么办？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只要看到他出事，我就会紧张。听到他要跟别人完婚，我好难过。下个月我就要嫁给宇泽了，而他也要娶别人为妻了。这么晚了，董小姐有何贵干？如果没什么事儿，那就请回吧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想见见二爷。可是二爷，他并不想见你。他还好吗？怎么？你还想再刺他一刀啊？你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对我。他杀了我全家，就算我杀了他，又有什么错？你有什么错？好，那我问你，
你凭什么认定是二爷杀了你的全家？就凭那一封莫名其妙来到你面前的信件，你连写信的人是谁都不知道，你就相信了？就抹杀掉了二爷对你所做的一切？不只是这样，当日我亲眼见他带人闯进东府，当着我的面杀了我的乳母。自从我来到督军府，我亲眼见到他如何嗜血成性，他一次次的折磨我，霸道的占有我，又一次次的逼我杀人，这些难道都不是事实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现在跑到这里来假惺惺的关心他做什么？还是你心里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，只是你不想承认错误？一直以来，我不过是想知道真相，但是你们都不愿意告诉我。现在有人告诉了我真相，你又要来指责我。好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替二爷隐瞒了。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好，跟我来，我告诉你。你说咱哥仨多久没有在一起逛街了？哎，怎么那么不乐意呢？在家待着多无聊，还出来逛逛。不愿意的，你就非得让我去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肯定要走好运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干嘛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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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谁？快过来！那我们俩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自个儿去玩。啊，走了，快混，加油！你先说，你先说。这儿挺热闹的。啊，是，挺热闹。你看，那边有个灯谜摊儿，不如我们猜灯谜去？好啊。走。这儿这么多灯谜呢，随便选一个。我来读，你来猜。哎，别看了。猴子身轻战树梢，大一股名。那不就是荔枝吗？你想都没想就说。战树梢不就是荔枝头，而且猴子屁股就是红色的呀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行，换一个，这不算。这个。好，看好了啊，身字端方，体字坚硬，虽不能言，有求必应。什么？砚台。这，你提前背好的吧你？都是我猜，你也猜一个。大哥有脚支8个，二哥有脚支2根。大哥只在床上坐，二哥爱在房上多。醒醒！那边放灯了，去看看。
这儿有一个。第一次访德吗？我听说孔明灯许愿特别灵验的。你这是心有灵犀。要真灵验呢，我看还得数那一份执念。你有什么心愿？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早日和父亲团聚。你呢？啊，康宁，我当然希望我们放这孔明灯能飞得很高，希望娘在天有灵能够看到它。有一天，他会以我为傲。谁在盼望着春风拂数3、2、1。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？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？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？谁害怕心痛，否认心动？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。谁会甘愿蹉跎，这样擦肩而过？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再明亮一次，照耀星河。至少一次飞舞，不会再坎坷。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，我真心拥有过，哪怕短暂快乐，留给岁月一抹温柔。小姐，你回来啦？哎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你去帮我打盆热水来。哦。谁害怕心痛，否认心动？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。谁会甘愿蹉跎，这样擦肩而过？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再明亮一次，照耀星河。至少一次飞舞，不会再坎坷。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，我真心拥有过，哪怕短暂快乐。好大的一只呆雁飞过。姐，你就甭拿我逗乐了。这雁呆不呆，您怎么知道？我是看不出来燕子呆不呆，但是我想呢，这个燕子应该是看到我们家的海棠开得漂亮，看呆了也说不定呢。杭景，啊，七爷，过来一下。七，七爷，您找我？
老三马上要去新平的陆军学校了，我想好好激励激励他，免得呀在军校不省心，又惹司令生气。可惜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你帮帮七姨吧。不是七姨，这太麻烦行情了，要不咱再……七姨，要不我送三哥一本书吧，闲暇的时候也可以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那行，那我先在这儿谢过行情妹妹。三哥都在这儿了，你有喜欢的话就挑一本吧。行。这什么情节啊？那么修真，蛮可爱。啊，这不是什么名家著作，只是我平时自己摘录的诗集而已。这不错，有图有画的，就它了。可是，你可是什么呀？你自己刚才说让我随便挑一本的，怎么？想出尔反尔？那如果三哥喜欢的话，就送给三哥吧。行，谢谢啊。爹，为什么烟火还没好啊？对啊，怎么还没好？哎呀，贵叔正在外面给你们做准备呢，别着急啊！哎，别着急。哥。这次过完年是不是好久都见不到你了？你就放心吧，啊，等我回来了，我一定风风光光的给你嫁到沈少爷那儿去。还是三哥最懂我，人家是真的舍不得你，瞎说啥？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我看你这身少爷脾气啊，哼，我觉得你吃不了军校这份苦。哎，我还就告诉你了，我要么不去，我要去。我自个儿不打我自个儿脸。呵呵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虽然是我儿子，但是别想在军校有什么特殊待遇。我也跟那些教官说好了，别人吃什么苦，你就要吃什么苦。我也没打算要什么特殊待遇，我压根就不会打着你旗号做事。行啊，算你有种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喜欢打赌吗？咱们父子俩打一赌，我赌你1个月之后。你自己肯定会灰溜溜的跑回来。跑，我就跟你打这个赌。我给老三做个保人，我保证老三这次啊能够一将成名，光宗耀祖。哼！等老三回来之后，咱们萧府再来个双喜临门。什么双喜临门啊？难不成是要把我嫁给沈大哥？老姑娘要嫁人了。萧北翼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问你啊，杭景，你三哥就要走了，你不说两句？今天是除夕，那我就以茶代酒，祝三哥前途无量，早日毕业，阖家团圆。行，那今儿就以茶代酒，我提前谢谢你。哥，你这好好看。那个好看。哥，看这个好看。哥，我看烟花跟我一样漂亮。好看。小姐，这三少爷走了，你可算有庆幸日子过了。多好看啊！估计你这会儿心里头偷着乐呢吧？是吗？我这一走，你日后就清静了。哎呀，只不过我这一走，日后若有人再找你麻烦，可就没人帮你出头了。多谢三哥关心，不过
你还是担心自己的学业为好。耶，好好看！哎，我走了以后，帮我照顾好七姨、淑姨，你看，还有那俩小骨头，这我知道。还有毛瑟和汉阳。为什么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谁让他们两个只听你的呢？啊？知道了。三哥，快过来，快来放樱花啦！好。对了，王美叶，快去！小心啊，别烧着了，快来！等我回来。当时的我，并没有看懂他眼里的那一抹不舍，而彼时的他，也没有看懂我眼里的那一丝迷茫。鲜衣怒马少年时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再相见，已是3年后。嘿，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你爹前脚把你送军校，后脚我们俩也被爹扔这儿来了，又可以在一起了。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做秤不离砣，砣不离秤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说这军校也挺好，这唯一缺点吧，就是他不让出来。万一到时候咱毕业了，肖淑仪不会跟别人在一起了？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会想他呀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三哥，你有没有跟林姑娘好好道别啊？交代她对你一心一意呀？我交代什么呀？那用得着我交代吗？啊，她那样的性格，一旦爱上了，一生一世。哎呦，走走。什么条件就这么个地儿啊？哎呦，哦，哟，新同学是吧？来，这么着，我呢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莫毅，直北3地边防军步兵213团团长的公子，知道吧？我呢，徐子俊，我父亲是直北3地边防军32团的团长。哎，你好，这位我要隆重介绍了啊！直北3地防务总司令萧海山司令的长公子萧北辰。说书呢吗你？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叶盛昌，是湘民医学院的教师。哟，医生呢？那你这是弃医从军啊？能治病吗？比一般的医生要强那么一点。哎，那以后咱谁受伤了，你治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我但愿天下无病可医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孔祖清，入校前做过禁军的排长。嚯，前辈啊！前辈不敢当，在禁军中，排长多如牛毛，兵无实额，枪无实数，官比兵多，兵比枪少。我呢，我回老家报考军校，就是想学点打仗的真本事。哎呦，那看来咱这班还真是卧虎藏龙啊！啊？请问这里是573班的宿舍吗？你找谁啊？我叫罗豆，今年13，我是来这里上学的。13岁上学呢？你13岁跑这儿上什么学啊？
哦，我姐姐是孙白孙市长家的三太太的贴身丫鬟，是我姐姐求着三太太，我才有了这个入学的机会的。得，这儿就是573班，日后啊，就同一个寝室了。你，个头最小，叫你小豆子吧。好，行，以后就叫你小豆子。你说你在军校里认识我们5个哥哥，你在军校就排第6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。立正，校长到。都是573班的同学，你们好。我们新一代学员里面，你们这个班，你们的构成可是最复杂的，当然，你们也会是最有战斗潜力的。所以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你们一定要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好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杜恒杜教官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们的责任教官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听从他的指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，杜教官，你辛苦，我还要去别的班看看。你们交流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573班的教官，我叫杜恒。现在打开你们的行李，接受检查。是。检查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这就没了吧？拍。这是什么？人生。你是来当兵的还是来当少爷的？全部私人物品没收。是。等等，凭什么？你说没收就没收啊？不没收也可以，带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回去！不想滚回去，就给我站直了！得，人参没了，香水也没了，酒包也没了。捡了没？捡了啊！你慢点儿。怎么可以这么丑？你还说我，你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方块，我觉得吧，我们几个发型都一样。发誓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呀，谢谢。来，这给你。给。杭姐姐姐杭姐，来了！哎，杭姐，
这都谁买的呀？你肯定猜不到，我们想破了头啊，都没料到是谁呢。还卖关子，到底是谁？说出来你肯定吃惊，是酒老板。酒老板？唱贵妃醉酒的那个酒老板？还有比这更吃惊的呢，我也是刚听说，建这孤儿院的时候不是差一大笔款子吗？都是酒老板捐的。啊？哎，那你们见到酒老板人了？没有，是他们班主出面的。不在人前行善，人后也不声张。没想到这个酒老板，还是这样的仁义之士。嗯。快，再快点！快点！啊，哦，怎么了？跑不动了？你就是拿枪打死我，我也不跑了。要不要放他下来帮帮你？不用！太累了，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三哥最烦的就是那个杜恒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？看不惯？那姓杜的能文能武，据说不逢迎拍马，不嫖不赌，就是出了名的严苛。别人都不叫他杜恒，叫他杜疯子。杜疯子，嘿嘿嘿，对，这名好，以后就叫他杜疯子。我们呀，必须得找机会好好修炼。你还说你累了，我看你还精力挺旺盛的。来，帮我搓背，我那儿够不着。搓背，来，给你捏捏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可以你大！哎，还敢泼我？哎，你拿我杯子干嘛？你还敢泼我？我就泼你了，泼你！行，徐子这个俩杯子一块泼你，泼死你！小豆子，哎，以后啊，别惯着他们，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再说了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没事儿，顺手的事儿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你要真这么闲，出去休息不就行了吗？白琛哥，我不累，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就是休息了。教官，武器3班，全体集合！去！准备夜训。公主前完毕，什么是完毕？举手枪完毕。莫文一完毕。
毕！徐子俊完毕！知道谁是最后一名吗？是我，徐子俊。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泥水里。是。明天的最后一名，也不用回宿舍。报告，谁让你出列的？徐子俊的。谁让你说话的？我没让你说话，你有什么资格开口说话？都给我听着，谁再动一下，全体去关禁闭。现在我就罚你们在这待着，没有听到我的哨声之前，不许离开半步。放水！疯子是疯了吧？要把我们往死里整！三哥，要不我们退学吧？退学我们就输了，扛着！今天我们要挖自己的重机枪野战工事，长10米，宽3米，深2米，一丝一毫都不能差。修不好的话，都别吃饭。现在出列，拿自己铁锹。是。你们聋了？萧北辰，从你的态度看出来不服是不是？你在藐视我说的话。杜教官，你知道这新平陆军军校是谁开办的吗？你知道这北新、新平、虎阳3地属谁吗？你又知道你今儿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萧北辰，萧海山萧司令的长子。看了，哼，既然知道就该有点分寸。从你们第一天踏进这个学校，就应该知道军校的规矩。我不管你们什么身份，谁的孩子，在我这里都是同样的兵，没有任何特权。你们能够在这里安逸地接受教育，是多少人妻离子散，是多少人的流落街头换来的。萧北辰，你作为既得利益者，应该更加懂得珍惜才对。所以，杜教官，我才劝你谨言慎行，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既得利益者。萧三少，你在北新城里潇洒恣意惯了，很多事情你不了解，也可能是你根本不希望了解。行，有军威，我都要看看你有没有同等的本事。你不服是不是？没见过，怎么服？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。摔跤！可以。赢了，接受罚；输了，你从军校辞职，永远离开陆军军校。可以。这可以啊，枪上来。三哥，三哥，服不服？不服。
完了，完全不是杜教官对手啊！你要服的话，今天就算了。三哥，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了。三哥，你就服个软啊！三哥，不服！三哥，北辰哥，好小子，是个硬骨头，不过你今天还是输了。我罚你明天一个人去挖野战工事。愿赌服输，我可以输，但我绝不认输。三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韩景姑娘，杭锦姑娘，你是要见我们酒老板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酒老板不见客。我是先报的编辑，北新孤儿院的捐款，我想当面谢谢酒老板。酒老板说了不见，定是不会见的。他还送过我一个人偶娃娃，我当面道谢也不行吗？杭锦姑娘，实不相瞒，酒老板已经离开北新城了。那他何时会回来？这个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不好意思。这酒老板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北辰哥，吃饭了。吃吧。这给你。这什么味儿啊？怎么了？这萝卜都馊了，都出汤了，这能吃吗？你不吃啊？你不吃我可吃了。哎，这你不能吃。切，哥，没事儿。北辰哥，你是萧司令的公子，你当然不知道，有多少人是连这发馊的饭菜都吃不上的。我本是南方人，可是南边张许2个大军阀一直在打仗，我爹和我娘在去城里换粮食的时候就被炸死了，只剩下我姐和我2个人。我们逃到北方亲戚家去避难，没成想北方也在打，亲戚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实在没法子，我姐为了不让我饿肚子，才把自己卖到孙市长家做婢女的。唉，这逃难的一路上，我们连土都吃过。那个时候，要是能有这样的菜，能有这样的馒头，我真是想都不敢想。很好吃嘛，没什么问题。来个馒头。还
还行吧？给我来口。你不是说三哥来信了吗？啊，这儿呢。坐下来看呀。不，我要拿回房间自己看。淑仪从小就黏着他三哥，这是老三从军校寄来的第一封信，也难怪他高兴。老三在军校一切都好，还问了全家人好。哦，老三还问到了你。我？他问你学业如何，吃得如何，睡得如何，身体如何。我就说了，我们家老三呀，就是表面顽劣，其实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孩子。杭景，帮我个忙，去老三房间收拾些衣物，给他带过去。走。他怎么也会有这个？这个是老三从小到大最喜欢的。七，你知道这个娃娃的来历？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老三的母亲吗？很早就去世的那位。那一年老三才7岁，司令派人把大太太和孩子接到北新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已经5年没见了。接来之后，司令又忙于军务，无暇照顾。大太太生辰那一天，原本司令答应去听她的封箱戏，可是因为军务耽搁了，最后没有等来司令，却等来了仇家的子弹。那个时候，要不是大太太死死地把老三护在身下，老三早就没命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大太太中了枪。我听说，
老三把他棉衣里的棉花都扯了出来，堵住了他的伤口。可是那些血怎么堵都堵不住。不到半夜，大太太就去世了。司令还是没能赶回来。可怜老三，7岁的孩子，整夜的抱着他母亲的遗体，谁劝都不撒手。他一直哭着说：“娘没死，娘只是累了，娘睡着了。等娘醒了，他们还要一起去听戏。”从那以后，老三的脾气就变了，他总是跟司令剑拔弩张的。可是一个孩子，年幼丧母之痛，谁又能明白？我们酒老板想送你一件小礼物。建这孤儿院的时候，不是差一大笔款子吗？都是酒老板捐的。三哥，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是翻越障碍。接下来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想办法，你弄吧，不然呢？哎呀！今儿开心啊，是不是？你没看杜教官脸都绿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的招才使上了几成，得全给他使上。哎，杜教官，不是，都是男的，您也不能偷看我们洗澡，是不是？莫伟义、徐子俊出列。晚上由你们2个去塔楼，通宵轮岗放哨。不是，杜教官啊，这轮岗放哨，这我们2个新学员，你不得交给学长吗？对呀，新学员好啊，刚好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与其在别的地方使坏，不如干点正事儿。报告！我申请跟他们2个一起轮岗放哨。就知道你脾气大，最够义气。杜教官都得给你面子，是不是？瞧见没有，刚脸都绿了。肯定绿了。只要咱哥仨在一起，什么也不用怕。笃志学社公告，秉承拓展视野、知识交流、提升思维之理念，特邀同好者参加毕社定期举办的读书活动，旨在从相互讨论中引发智慧火花，反思时代，共同进步，共同学习。杭景，你一定想去，对不对？读书在于交流，才不会闭门造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。那我们就结个伴，一块儿去吧。好啊！什么破玩意儿？我还以为是什么舞会呢。就是，一群陌生人围在一起干读书，无聊不无聊？早也读，晚也读，倒是也不嫌腻烦。连读书会都不敢去，算什么新女性？哟，这位新女性可是挺蠢蠢欲动的哈。哎，谁知道是去读书呢，还是去认识男生谈恋爱呀？你就是，谈恋爱也没有什么不应该的。连杭景说什么呢？真是不知羞耻。如果遇到了志同道合、彼此欣赏的人，谈恋爱有错吗？
舞会是自由，读书是自由，谈恋爱也是自由。恒景，你说的太好了。连恒景，你就是要跟我作对是吧？我只是在说我的观点，你不接受也可以，那是你的自由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走吧，别打扰人家去参加舞会。哎，这两个人真的是……淑姨，你们家恒景未免胆子也太大了吧？不说了几遍了，不是我们家的，不是我们家的。我倒觉得他刚才样子好帅气。什么玩意儿？嘘，别说。这个杜疯子可真够阴的，表面上不整我们，暗地里把我们往死里整。哎呀，三哥，这天也太冷了。是啊，今晚上怎么这么冷？这样，你们两个在这儿等等，我回房间把那2床被子抱过来。谢谢三哥。你想说什么赶紧说，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来，附近不是有食堂吗？啊？食堂？要什么食堂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食堂。靠谱，默契，必须的。我去，这就叫做默契。你说咱们俩啊？哎呀，哇！哎，三哥回来正好吃，好吧？行行，那必须的。先烤好，等三哥回来。哎，往里烧。你没事吧？啊，聊到我了，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继续继续。好嘞，行了，我先吃一个。哎呀，等三哥来就能吃了嘛。喂，烫？当然烫，刚烤熟你就吃。不是玉米汤，是屁股汤。屁股烫？啊？好像屁股是有点烫。我这着火了！我快！喂！哎，三哥怎么办呀？着了，着火了！怎么弄的？睡着了。愣着干嘛救火呀？这怎么救啊，三哥？完了！别慌！怎么样？打听到什么了吗？军校之中，私自点火乃是大忌，再加上放射塔楼被烧毁，必定重罚。知道是重罚，说具体点怎么罚？据说，一人得挨至少10鞭子。啊，10鞭子？1鞭子我也受不了啊！我就不信，他们敢打萧司令的长公子。对。喝什么呀？啊，别人不敢，那杜疯子不敢吗？来真的。一会儿甭管怎么着，就算打残了，也不能松。我。
他要干嘛呀？不知道。三哥573班学员肖北辰、莫伟义、屈子俊，私自用火烧毁塔楼，本应每人罚10鞭，以示惩戒。573班教官杜恒自认监管不力，督导无方，自愿替学员领罚，共30鞭。执行。他好像就是这儿了吧？各位，前段时间鲁迅先生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《狂人日记》，这是国内第一篇白话小说，大家看完有什么观感？请畅所欲言。我认为啊，这篇小说旨在揭露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对大家的毒害。鲁迅先生想要号召大家起来推翻这个人吃人的旧制度。哎，我倒不这么想，我觉得这小说里的狂人根本就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，草木皆兵，觉得人人都想害他，就是一个疯子。那历史上多少离经叛道、推翻旧传统的人都被视为疯子。胖景，这篇小说你怎么看？那可不一定。我倒觉得鲁迅先生的意图在于叫国民不要做这个人就是疯子，而这个疯子就是众人皆醉，他独醒。但如若他的观点是错，两位，先坐，两位先坐。子正，说说你的看法吧。我觉得这篇作品要写的并不像是人们所说的迫害，更不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，而是先生对国民看客心态的深恶痛绝。子正，能说的具体一些吗？他的观点跟你是一样的。其实封建礼教、封建家族制度，先生借一个狂人之口，让民众不再保持沉默，作壁上观。他希望用狂人那种不屈的精神、反抗的精神，唤起民众的觉醒、愤怒、不满、怨恨、焦虑。这些仅存于心中是没有用的，必须付诸于行动。敢于付诸行动，才可能迎来改变。没有行动，那只能成为世人眼中的疯子。敢于付诸行动，才是真正推翻封建礼教的革命者。我们的未来是否繁花似锦，取决于我们当下是否努力。有道理，说得好啊！这位同学的观点跟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呢。哎，稀客呀！居然还有圣医女校的同学来参加。圣医女校啊，这学校里的学生都是非富即贵，我们谈论的可是新文学和时政，追求平等、自由和公理。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恐怕是无法理解吧？这位同学，既然你提到了追求平等、自由和公理，那么首先就要打破阶级。不过在你的脑海里，早已将人分成3、6、9等，阶级观念好像特别的顽固呢。大家都是来辩论的，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参加，能有更多的思想的碰撞。我欢迎圣医女校的同学。欢迎！谢谢大家。所以你和那几个辩论的男生一样，都是大成男校的学生吗？我不是学生，我平时在我舅舅的风筝铺里打工，有空就会去大成旁听，所以就认识那些同学。一边打工一边念书，很不容易。打工是为了生活，念书是为了获取营养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杭姐，我舅舅的风筝铺就在西二街的第2个路口，你要进去坐坐吗？哎，今天就不了，我还有点事。那好吧，以后有空的话，随时欢迎你过来玩。好啊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罗校长，小北辰，你这样已经违反了纪律了，有什么想不通的，说出来我听听。犯错的明明是我们，杜教官他……就为这个，你们呢，真是孩子，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杜教官的良苦用心呢。对内来说，杜恒是教官，你们是学员，你错了，他罚你们。可是对外呢，你们都是他的兵啊，你们错了，责任全在他，首先领罚的就应该是他。战场上更应该是这样，没有犯错的士兵，只有犯错的将帅。一个将把握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无数人的命运。我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他在教我们。对，杜恒是个合格的将才，他能教你们很多，也能帮助你很多。你没发现他身上有那么多疤痕吗？发现了，应该是打仗留下来的吧。卢教官打过很多胜仗，也打过很多败仗，但是对于军人来说，胜仗和败仗都是一样可贵的。说实话，很多部队都经常到这里要给他加官加禄，可是杜教官从来没为之所动，而是安心的在学校做他的教官。别的教官教起学员来都是以实战技能为主，可他不肯，他会用很长的时间去告诉学员我们为什么打仗。他经常说的以歌止舞，打仗本身并不是目的，它是短时间内能够结束祸乱、换取和平的最有效方式，这才是一个军人真正的目的。慢慢体会吧。是。天冷了，多穿点衣服，别冻着。
草长莺飞2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杜教官，有您的包裹。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通过《雾都孤儿》这本著作，揭露了当时许多的社会恶疾，如黑暗救济院、童工、青少年参与犯罪等，使用了讽刺和黑色幽默对社会虚伪进行嘲讽。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作品啊！曹先生的讲解和推荐令我们受益匪浅。按照惯例，大家回去以后要做好笔记。等我们下次活动再互相讨论。同学们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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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顾啊，走了。走吧。一起。走。还你。谢谢。说好了吗？说好了，差不多。下次见。等下去哪里啊？下次见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杭姐，我们有事先走啦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杭景，我觉得这个学社我们以后可得常来，不仅能够学到知识，还能结交很多同学，尤其是借给你橡皮的男同学。程玉，你说什么呢？我都看到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你们眉目传情啊！程玉，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不过像木子正这么细心的男孩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啊还是个大少爷，他爹曾经做过清平的画师，也算是书香门第。只可惜后来抽鸦片把家给败了，哎，自己又撒手人寰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是听学社里的男生说的呀。他和他母亲相依为命多年，家里又没法供他念书，所以他得空的时候就去学校旁听。哎，你看到他背的那筐风筝了吗？听说全是他自己画的。他爹虽然去世早，但却把画画的天赋遗传给了他，也算留给他们母子俩一点吃饭的手艺吧。没想到他家里还遭遇过这样不幸的变故。哎呀，男生女生要是能一起念书就好了，这样就能认识更多优秀的男生，才不负众望嘛。杭景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没有，我很赞同你的说法。终于承认了吧？虎阳关是长城以南的第一军事要塞，杨公城在我直北南边边境地区陈兵2万，现在已经开始向我边境驻军发起炮击。刚才金督军来了紧急电令，
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虎阳关。因为青山铁矿啊，是我们直北地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，不能让它落在杨功成的手里。我原本听说呀，金督军没打算让我们去，怎么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？兵呢，80%从我们这出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我看呐，就是拿咱们颍军去当炮灰。司令，咱们不能白白让人当枪使。就是啊，打了胜仗，地盘是人家的；打了败仗呢，送命的还是咱们自家兄弟。军令如山，你们是第一天当兵啊？司令，那你打算派谁去？司令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豁出这条老命，也要守住虎阳关。和什么老命啊你？给我全心全影的回来，啊！是，就这么定了，准备去吧。是是，走了。嗯。本次取得综合成绩第1名的是573班的肖北辰。陆教官，你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。几个毛头小子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大家今天表现得不错，这是校方给大家的奖励。机会难得，放松一下吧。哎呦，一壶白开水能让他喝出32年女儿红的感觉。白开水，来，三哥你闻闻。嚯，哪儿整的？我天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哪儿弄的？想喝？三哥，不给你喝。来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求你了，你给我喝一口，就一口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骗我，每次都骗我，这叫做
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举杯邀明月，把对影成三人。少爷们，这还对上诗了啊！我是个粗人啊，我也接2句。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可以吗？好吃，可以啊。我就会这一那我也来一句啊。若似月轮终皎洁，不辞冰雪为清热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可以呀，这土豆都使不着啊。我也想了一手，来啊，就拉倒吧你。等你想出来，这天都亮了。哎，真有一手。月亮圆圆，像馒头，一顿吃俩，吃不够，好不好？鼓掌！我跟你说，好吃。你瞅瞅，他们多庸俗啊，真庸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班有小豆子，还真是福气。所有衣服都是人小豆子补的，是不是？各位哥哥都对我这么好，我也没读过书，我动刀动枪的我也不行。我能给各位哥哥缝缝补补，我能派得上用场，我就很高兴了。你说你这身子骨也不适合当兵了，对吧？你原来想干什么呀？我爹和我娘在家乡的时候是开裁缝铺的，我从小就想做个裁缝。等以后领了军饷，我给我姐姐做一身特别漂亮的嫁衣，让我姐姐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行，我们都记下了。日后等我们毕业了，所有的衣服，啊，你包了。好，谢谢三哥。三哥，你包啥呀？人家小豆子做的是嫁衣，你要找小豆子做衣服，你得先找个老婆。嗨，你家不是有一只吗？什么叫有一只啊？我那是真西施，真貂蝉。哎，你倒是真有一只母猪啊！母猪？你那你说谁呢？你是不是想死？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哎，弄着！起！三哥，别把我摔着！哎，求求你们了！哎。伯母，你怎么了？来，我扶你。来，我来。你家在哪里啊？就在前面。娘，子正，行情。好些了吗，娘？好些了。你们俩认识啊？娘，这位杭景小姐是我们学社的成员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啊！杭景小姐，一会儿留下来一起用饭吧。不用了，伯母，您今天身体不适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改天我一定再来看你。没事，我已经好多了。今天一定做几道拿手菜，好好谢谢你。杭景，你就留下来吧。你帮了我娘，我娘做顿饭，就算答谢你了。那好吧，就谢谢伯母了。
这里有几个选题，你看一下。杭景，可以吃饭了。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吗？对啊。原来是你。你向先报报社投稿过这些照片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因为我的第一篇专栏就是以你的照片为选题写成的。原来你就是清勇啊！哎，你那篇文章真的是振聋发聩，警醒各界人士对落难儿童施以援手。我现在再去城门外，已经很少看到流离失所的孩子了。多亏了你提供的好素材，你的照片能更直观地给读者震撼，也触发了我的灵感。我们早就该认识。你知道吗？报社后来大力推行募捐义卖，新建的孤儿院已经落成了，收容了不少孩子呢。张院长正在找人画墙画，我本来是为这事来找你的，你愿意去吗？没问题，什么时候去？下周就行。行，那就这样说定了。嗯。报告，进来。什么事？司令，我听说新平军校要派第5届学员去虎阳关。啊，这军校的学员也是军人，上战场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吧？那这是您的意思，还是金督军的意思？你问这干什么？这成军来势汹汹，强攻虎阳关，我们仗打得很惨烈，守得太艰难了。况且咱们3少爷在。他不是兵吗？可是没什么可担心的，让他们去嘛，也不会让他们直接上前线去，最多让他们在后勤待一待。咱们家这个老三也应该磨砺磨砺了。你去到那边去，好好的监督跟关注一下他的表现，不要有特殊待遇。是，明白。字画啊！哎，先生，看看。今天谢谢你。字画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也很开心，看着这些孩子们无忧无虑的，多好。拿一幅。哦，对了，其实我上次就想跟你说，你有没有兴趣去报社兼职啊？兼职？你拍的照片既独特，又有生动的新闻视角，这种视角非常不可多得。我听主编说啊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很多编辑也采用过你的照片呢。若是你能参与不同的选题，施展你的才华，就像帮助这些孩子一样，你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呢。可是我知道你的时间不多，我可以向主编申请，你不用定期去报社，只要经常根据报社的想法拍摄不同的素材，然后定期去社里开会就好。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跟主编说。知道了，你们去吧。是。上。杜教官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就这2天吧，你们也回去准备一下。一定要去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进军校不是为了打仗，我根本就不明白战争的意义，我更不理解那些打着战争的旗号去争权夺利的这些人。那你为什么来军校？就是为了一张毕业证。我希望能堵住我爹的嘴。萧北辰，你给我听着，没有人想打仗，打起仗来，当兵的尚有能力自保，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怎么办？
你说的没错，最终以争权夺势为目的的战争的确毫无意义。可无视老百姓的哀嚎，任由敌人在自己的家园践踏，你躲在这里自怨自艾就有意义了吗？战争面前不要给我提意义，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。如果你不想卷入这场纷争当中的话，就担负起自己的责任，亲手改变这样的局势。是。还没有离开军校，你们就忘了什么是军令如山倒了吗？我的话就是命令，没有讨价还价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大声点儿！听清楚了。哎呀，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，杜航什么也不让带啊。唉，平时还挺嫌弃这床的，也不知道明天去了战场之后能不能活着回来喽。你是怕上了战场洗不了澡？来来来，走走，跟我洗澡去，走。唉，怎么了，三哥？没什么。这怎么放啊？三哥，我帮你吧。你还会这个？之前不都是我做的吗？那放这儿。就这儿。啊，对，就这儿。来，我试试。行啊，你小子，啊，有两下子。哎，啊，毕业以后，你跟我回北京吧。到时候，给你开一个最大的裁缝铺，你用最好的料子，给你起做身嫁衣。嗯，三哥，那等你娶亲娘子的时候，我也给嫂子做套嫁衣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啊！哎呀，人不大点，头怎么这么硬啊？嘿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爹怎么说？能不能让三哥别去战场？是啊，琪，三哥真的要上战场吗？这都是司令的意思。哎，他也是，这枪弹无眼的，要想锻炼老三，也得等到他毕业再说呀。爹怎么这个样子？不行，我跟爹说。哎呀，你就别添乱了。你爹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他不让我们过问这事儿。走。行了，你们也别担心了，都下去吧。是，大家去忙吧。七，您放宽心，萧伯伯肯定有他的安排，不会轻易让三哥犯险的。老天保佑，我们老三能平平安安的。